歡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榮。兩岸大事國際焦點，深度剖析，打開視野。透過 YouTube 收看朋友，請您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動手開啟小鈴鐺。也歡迎您告訴我們在哪個城市打卡收看。歡迎大家多多的表達您的觀點與意見，跟我們互動交流一下。好，來歡迎今天的3位來賓。首先是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碩士班教授蔡喜勳老師。大家好，我是蔡喜勳。好，另外是前大使、資深外交官邱文基大使。何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還有軍情與航空網站主編施孝瑋教兄。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我們都知道，美以伊這場軍事衝突呢，從2月28號開始以來呢，到今天3月28號，1個月了，還沒有結束。現在外界最關心的就是到底這場戰爭要什麼時候結束，以及它會如何結束。美國總統川普在3月26號針對目前的最新局勢啊，他又有一個最新的說法。他說呢，應伊朗的要求，將重新打開荷姆茲海峽的最後通牒時限延長到美國當地的時間4月6號這一天。在這一天之前呢，美國不會對伊朗的發電廠這些相關設施來發動攻擊，但立刻遭到伊朗方面的否認了，說沒有要求美國暫停攻擊這件事情。而另一方面呢，美國國務卿 Rubio 3月27號在法國參加 G7 外長會議時呢，向歐洲的盟友表示，對伊朗的戰爭還會持續1個月，而美軍可以在不派出地面部隊的狀態下完成戰爭目標。可是《華爾街日報》呢，卻又報道說，美國的這個五角大廈正打算加派上萬名的地面部隊，包括現在我們所知道的2機作戰部隊，還有第82空降師等等，前往中東地區，讓川普在和伊朗談判的時候有更多的軍事選項可以運用，也就是呢，拿軍事力量作為他的後盾，那到時候跟伊朗談判呢，增加對伊朗談判的壓力。不過伊朗方面也聽到了，他们說我們準備好了，100萬大軍等着美軍來。先來看一下，這是《工商時報》他們整理出來的，包括了現在對峙的美國、伊朗跟以色列。現在大家也在看的是中國大陸的角色是如何。美國方面剛才也聽到了啊，不斷的強調說，已經進入到最後階段了，也敦促團隊要堅守川普呢公開提出的說4到6週一定要結束這場戰爭。另外呢，不斷的強調說是伊朗非常渴望達成協議哈。好，但是伊朗說沒有這回事，而且呢，現在呢也針對美方所提出，在這個禮拜我們知道他們提出了15點的和平提案。但是呢，伊朗立刻就提出了拋出這個結束戰爭的5個條件。其實坦白講，你詳細看哦，你就會發現，其實雙方根本談不攏的。好，以色列這邊呢，則是強調說，任何協議都能夠讓以色列保留先發制人的攻擊選項。中國大陸呢，則是由外長對外表示說，美伊雙方現在都在釋放一個談判的訊息，出現了一線和平的曙光。我們特別來進一步看啊，伊朗方面提出的5個啊，因為在美國提出了15項的這個和平說要談判的條件之後呢，伊朗方面立刻就提出了5點啊。第一個，徹底停止侵略跟暗殺，還有呢，具體要確保不會再發生戰爭，也就是要永久停戰。第3呢，就是一定要賠償。好。再來就是要結束所有的領域，以及對中東所有相關反抗團體的，也就是代理人，你不要去找他們麻煩。第5個呢，就是國際社會必須要承認並且保障對荷姆茲海峽行使管轄權。意思是伊朗說，我必須要擁有荷姆茲海峽的這個控制主權。好，那現在呢，聽到川普這邊呢，你可以發現他真的是說法一變再變哈，改來改去，現在又突然自行宣布說，對伊朗的這個攻擊的最後通牒就是壓到4月6號這一天。4月5號大家知道，在美國這邊要歡慶的是復活節哈，所以壓在這一天背後到底有什麼策略？所以我請教大使啊，您覺得現在不管是美國也好，伊朗也好，其實雙方都很想談，是這樣子嗎？我想比較想談的應該是川普。要不然他已經塔口2次了，48小時變加5天，對，5天現在又多加10天，那他也沒有把戰爭增高，因為這個基本上他如果真的就他所警告的，你不談我就要打你的電廠跟你的能源設施的話，那這個戰爭就進入一個新的高度，就態勢有拉起來，感覺好像要增加，但是沒有實際的行動，那這個就證明他是恐嚇。而且現在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啊，就是伊朗對於美方啊，特別是對川普，
已經是不太信任了，就一被騙再被騙。然後呢，最終的目標如果真的是要進到談判的話，接下來要怎麼談呢？因为川普只考慮到伊朗要接受他的條件，對，他沒考慮到伊朗也要他接受伊朗的條件。所以我覺得現在卡在美國要接不接受伊朗的條件。川普的條件已經一直在放寬了，川普他說這場戰爭他已經勝利了。對，他說展開談判，他說有10個，如果這個談判的要求清單上有10項的話，他說前3項都只有一個，就是放棄核武。伊朗只要放棄核武，基本上就達成了。對，因為他過去說我要把你的這個導彈摧毀，我要把你的核武摧毀，都沒有達到啊。所以現在川普是戰場上打不出結果，所以呢要到談判桌上去找一個結果。那通常我們這個在歷史，我們從歷史的教訓啊，戰場上拿不到的，你的談判桌上是拿不到的。那現在那伊朗已經看準美國是不敢隨便升高這個戰事，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所以伊朗的姿態很強硬，讓川普現在是騎虎難下。對，現在就是看說美方接下來的動作會不會真的派出地面部隊哈？這個是不惜犧牲任何的代價嗎？真的是如此嗎？因為伊朗的國家通訊社啊，就是塔斯尼姆通訊社報道說，伊朗政府也放話了。說已經組織了上百萬名的戰鬥人員，包括他們的正規軍還有民兵，準備投入地面作戰。那最近呢，還看到有大批的伊朗青年呢，紛紛向伊朗民兵組織巴斯基以及呢伊朗的這個伊斯蘭革命衛隊表達說要參與作戰的意願。伊朗軍方也宣稱，他們說呢，美國想要用自殺式的戰術來強行開放荷姆茲海峽，而伊朗也準備好了應對他們的自殺式戰略，就是要達到最後的目的，讓荷姆茲海峽維持關閉的狀態。不過我們也知道，伊斯蘭革命衛隊最死忠的人數大概算了一下，也差不多10萬人而已啊。究竟現在伊朗講的這個100萬大軍是從何而來？好，他當然現在100萬大軍包含他現在手邊所有能夠動員的人力加總起來，但其實即便是真的能夠動員到100萬大軍哈，我個人認為這次的這個地面部隊地面作戰呢，要能夠打起來幾率並不高。為什麼？因為現在主要是美國能調動的部隊數量非常有限。因為你看，我們如果說從這個過去幾次啊，包含1991年第一次波灣戰爭跟2003年第2次波灣戰爭，美國光是應付一個伊拉克，它集中的部隊的數量就遠超過今天的這個部隊的這個數量。然後而且當然不可否認，當初打伊拉克的時候，前面一段的時間的打到這個巴格達推翻海珊政府的這個進度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說你今天你要打伊朗，你在這個波斯灣你進行登陸，你要打到德黑蘭，路程非常遙遠路程非常遙遠。其一好，那再加上你美軍的這個地面部隊準備不足，那美軍如果說好，我現在基本上我只為了要打通好這個荷姆茲海峽，所以我把周邊幾個島啊占了。如果說他的兵力要說今天占到這個波斯灣上的關鍵島嶼，然後以及荷姆茲海峽關鍵島嶼辦得到，但問題他占了以後，他會形成一個腹背受敵的態勢。這些部隊上去了之後，會時時刻刻在伊朗的這個各種的這個射程的武器的襲擾之內，而且更不要說你今天你如果攻佔之後伊朗的這個部隊還有負隅頑抗的，垂死跟你抵抗的。再加上從這一段期間，我們看到伊朗它整個在軍事指揮上來說，它的去中心化顯然做得不錯。所謂去中心化做得不錯，就是當好它的這些高層接二連三的遭到美軍的獵殺之後，然後他還能夠持續發動這個反擊。當然有很多這個美國的朋友說啊，反擊的這個力道小很多啊。你看現在跟剛開始的時候可能減少了90%，的確是減少了90%。但是等到當你部隊登陸如果你真的要打地面戰，你部隊登陸，你奪取一些島嶼的時候，那這個時候你必須要去思考對方可能會對你的反擊，那這個反擊會造成你人命的那個持續喪失。那也就是說，其實如果發動了地面作戰的話，它就必須是要至少一段時間的，並不是像是到委內瑞拉帶了人就走的。對，的確川普他在這次的事，我記得大概1個月前，我們他剛開始發動那個行動的時候，我那時候就講美軍的這一次的軍事力量準備的非常不充分。為什麼？因為從那個調集的這個空中的這個部隊的數量，然後以及這個海上的這個艦艇的數目來看，似乎都在的顯示美軍的準備不充分。而且你可以從他打到現在3個多禮拜的這樣一個情況來看的話，美軍
軍他當初的這個戰術指導，你雖然說可以說因為他依賴他的高科技武器啊，在戰場上的表現非常優異，但是整體來說他缺乏一個戰略指导。也就是說，我今天我這個仗開始打，我要怎麼結束？你有沒有想過你要怎麼結束這場衝突？然後你就去開始邊打邊調整。對对對，現在看到情況就是邊打邊調整，所以就一直發生 tackle 這種事情嘛，对不對？但如果說今天他當初是有所準備，甚至於已經這個處心積慮，真的要把這個伊朗這個神權統治的這個政權給趕下台的話，他不應該是那樣草草就是那個開動。而且呢，你可以看得出來，他現在顯然對於就是如果要不要發動地面戰爭，顯然還是處在一個模棱兩可，甚至於舉棋不定的階段。因為波斯灣那個或者說是荷姆茲海峽被封鎖了，導致這個美國想要逼的伊朗重新開放這個荷姆茲海峽。但是對於伊朗來說，我現在手邊有100萬地面大軍，你只要不敢來登陸，你基本上來說，你要能夠開通荷姆茲海峽，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要開通荷姆茲海峽很簡單，只有政治解決，那個只有政治才有辦法解決的問題。美國就算用了軍力，能夠占到波斯灣那個荷姆茲海峽北岸的這些據點，但是你也沒有辦法保證能夠徹底的擴清這些據點。你一旦進去，一旦佔領，你就要開始陷入跟當初伊拉克一樣曠日費時，而且損失人力非常多的那樣的綏靖作戰。因為你今天你的想法不是說要整個戰線的推進，然後把他這個德黑蘭首都攻下，然後把這個神權政權徹底推翻，而是如果說你今天的兵力只夠做這些事情，只夠在荷姆茲海峽周邊佔領一些據點，那個據點你一旦佔領以後，那反而會是成為美國噩夢的開始。所以變成現在川普最擔心的就是，雖然態勢上面感覺說我要發動這個地面部隊不惜一戰，但是呢遲遲沒有動作，就是怕說萬一像剛剛孝瑋所提到的，深陷到這個以前這個過去經驗戰爭的泥淖中沒有辦法自拔怎麼辦？好，剛剛提到說荷姆茲海峽的重新開放，現在就看到實質控制權還是在伊朗的手上哈。那當然這時候大家也在討論是日本的角色，因為共同社就報道說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最近有說川普先前呢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見面的時候呢，希望日本派出號稱擁有全球最強掃雷能力的自衛隊，這個掃海隊群，希望能夠來幫忙恢復荷姆茲海峽重新的開放通航。那高市早苗呢，則是告訴川普說有些事情日本可以做，有些事情日本不能做，這暗示着呢自衛隊的行動是受到日本和平憲法的限制。不過茂木敏充也表示在美伊達成停火以後，日本方面就有可能派遣自衛隊去參與掃雷的工作。所以香港巴士底報分析說，日本將掃雷艦隊派到海外執行掃雷任務這很可能會成為自衛隊突破海外派兵限制的一個借口。所以問題來了，在停火之前，照高市早苗目前的說法，日本自衛隊的掃海隊群應該是不會有任何動作的吧？应该是不能夠出去的，因為高市早苗在見川普的時候已經講得非常的清楚。雖然說川普底下的人，他應該是在聯合國的大使曾經講過，日本會派出去。那日本的話，他是做一個否認，而且是在國會的時候，他也會去做諮詢，到底我們自衛隊會不會派出去？不管是高市早苗或是小泉防衛大臣，他一再會講，現階段我們沒有要派出去。為什麼沒有派出去？因為現在還是在一個叫做戰鬥的狀況之下，他們不講戰爭，他講叫戰鬥，因為戰爭跟戰鬥有點不一樣。戰爭的話是戰爭要有一個結束，而戰鬥的話持續的情況，他們是不會派出去。意思就是說，日本也不願意被捲入這場戰事。不會，應該是不會。不過，如果說這一場戰鬥已經是告一段落結束，已經沒有在所謂的火炮了、飛彈射來射去的話，假如在這個海峽上面還有一些水雷，日本應該是會派出去的。那為什麼會派出去？因為水雷基本上會有分為3種，第一個是漂浮在海面上面，第二個是掛在海底裡面，然後一條線拉上，大概是在水中間的一個情況。第3種是在水底面，那水底面的話，就是我們看到像是聲音或是一個那個震動，然後它就會去引爆。那日本的話，事實上在這一方面確實是非常的強，那非常強。戰力到底有多強啊？戰力應該是世界頂尖的。那說頂尖的原因是來自於2戰，因為2戰嘛，2戰結束之後的話，日本自己也放了很多的水雷，自己也放了55000顆。他對放水雷跟掃水雷才會這麼有經驗。他們自己也放了55000顆，你總是要清啊。那美國那時候也放了11000顆，總共加起來是66000顆啊。你放在你們家附近，你自己總是要去掃，所以他這個技術有留下。然後又會牽扯到韓戰，因為那時候的北韓就跟蘇聯用了，應該是4000顆。那4000顆的話，你放上去之後，美軍不能夠上岸，它也就情
請日本，那時候雖然不叫做海上自衛隊，但是他的前身就是警衛隊的感覺，他還是去幫他掃。那一掃之後的話，所以日本的技術在這一塊，它是有一貫下來。蔡老師，現在日本的說法是說，等到戰事結束。戰鬥沒有了，談判了以後，然後戰事結束了以後，我們再出動掃雷的這些水艦去。對，因為現在的情況還沒有到日本存立危機事態，沒有影響到整個國家的存亡危機。即便美方給日本壓力，也不為所動嗎？不會動，不會動。為什麼？因為他在國會一直在問這一個問題。川普呢，事實上有講7次 step up。他們也去問他什麼叫做 step up。step up 的話，可能要是我們兩個國家的話，會合作會更緊密啦，日美同盟更緊密啦。當然，我們也猜出可能川普需要我們去派，但是川普也不敢開口說你就派，他也沒有明講。那在法律上面，日本他也跟他講，我們有些可以做，有些是不可以做。我們已經跟你講得非常的清楚了。現階段還在戰鬥之下，他是不會派出去，也不可以派出去。所以我們看日本現在這個角色其實蠻尷尬的哈，夾在這個美國的壓力之下，但是呢，他也必須考量伊朗方面，如果他真的派出了掃雷艦，可是呢，這樣不是就等於是進到了伊朗所謂的在我的敵對國家，也就是美國的行列啊？這個部分可能日本也必須要謹慎作為。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好，回到節目，我們持續來關心的是，根據伊朗的官媒啊，是剛剛提到的這個塔斯尼姆通訊社，他們在3月27號就報道說，伊朗革命衛隊呢，他們強烈建議啊，所有在美軍駐紮地的平民趕快的撤離，以免受傷。因為呢，伊斯蘭革命衛隊無論在哪裡都有義務攻擊美軍，甚至包括鄰近國家這些美軍士兵下榻的飯店都會成為他們的攻擊目標。伊朗武裝部隊發言人也表示說呢，當美軍進入到這些飯店的時候，那些飯店呢就成為美國的一部分，意思是美國人在哪裡，我們就打到哪裡。好，路透社呢另外也報道說，伊斯蘭革命衛隊內部還有更鷹派的人士啊，主張應該要發展核武來反擊美國。所以美國副總統范斯26號在會議這個內閣會議上面也暗示，他說伊朗有可能在背心裡面要裝置核子武器來進行自殺式的攻擊，但是這個相關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啊？可能是有些資料在手上嗎？不得而知。但是以目前實際的問題，就是目前伊朗所累積的濃縮鈾，真的有辦法在短時間內，說像那個范斯講的，說在背心裡面做成像核子武器來進行自殺式的攻擊，甚至做核彈、做髒彈來反擊美國嗎？孝偉兄。好，你要說做髒彈啊，這個可能性真的有，但是這些核子物質的移動啊，難度是非常高的。首先先來講伊朗現有的濃縮鈾有沒有辦法快速的把它做成核彈？大家不要以為做核彈是件很簡單的事啊，做核彈的濃縮鈾它的鈾濃度要高達97%以上，也就是這樣精度的濃縮鈾，這個地球上能夠提煉出來的國家沒有幾個。好，所以也就是說，今天當時那個美國他們在過去這個反正看到伊朗有點濃縮鈾的時候這個那個大家長期我相信你有記得一些那個新聞，就是伊朗境內的什麼核設施發生不明原因爆炸，為什麼？其實就是那個以色列摩薩德一直在監看伊朗，他如果就發現伊朗要開始準備能夠開始提煉濃縮鈾，他就要設法把它炸掉，然後另外也管制這些所有可以提煉濃縮鈾的這些設備進口到伊朗去。另外一個就是我剛剛講濃縮鈾的濃度要達到那個濃縮的那個純度比例要非常高，像比如說以美國來說，美國這個福特級航空母艦，它的核燃料濃度高達95%，但是美國人可以敢把它拿來裝到航空母艦上當核燃料用，為什麼？因為他們知道97以下的核燃料不會產生連鎖反應，也就是你要拿來當核武器，那個產生這種所謂的熱核反應，就是能夠這個引爆的，你一定要濃度達到97%以上，或甚至更高，才有辦法作為這種所謂叫武器
級的這種濃縮鈾來做這個核武之用。你說今天那個伊朗在這麼多年來飽受制裁，而且或者說好不容易弄那麼一點點就被这個那個以色列人被美國人這樣炸，那你說他能夠有足夠的那個核彈那個核燃料來做核武器的話，我個人覺得沒那麼容易。而且今天你要做這個核武器，你也要經過一系列的這個測試，比如說包含臨界測試，或者是真正要試爆。像比如說金正恩，大家都知道他現在手邊有核武器，為什麼？因為他爸還在世的時候，這個金正日就在這個地球上搞了一個小型的這個那個地震他那個地震一震，大家都知道，哎呦，原來北韓真的有。好，那这個時候你說伊朗你連門檻都還沒有，他如果說你把他當初跟我們民國70年代張獻義那個時期搞這個核武器類比的話，他基本上那個時候張獻義把這個資料拿出去的時候，是讓美方知道我們能夠在6個月之後能夠弄出来。但是如果說現在假設，即便伊朗在被美國跟那個以色列攻擊的時候，達到當初那個張獻義丟文件的這個水準的時候，這時候你其實你真的東西做出來，你要拿什麼東西丟出去？當然你說他有很多這個地對地彈道飛彈可以飛個這個2000公里、4000公里等等，這些我都同意。但問題是說，你今天你這個東西兩個要結合，能夠射出去成功才能夠算數。也就是說，有這個能力不見得有這樣的一個程度哈。對，而且范斯的說法，我們這樣來看的話，其實不也正在合理化，就是這次美國出兵伊朗的一個理由嗎？好，那現在就講說，伊朗呢現在威脅說要對於鄰近的國家的飯店，還有包括了美軍基地攻擊而且說反正呢你這個軍事官下榻的飯店都成為我伊朗攻擊的目標，這背後的戰略目的要怎麼看呢？大使？其實我覺得就是說，伊朗做這件事情，其實因為他已經把很多美軍基地給摧毀了，是他認為現在美軍沒有基地了，所以就躲到其他地方了。所以他就說你要躲在飯店或者這些的地方他要去追殺，而且還要俘虜美軍。那其實他這個意思呢，飯店為什麼會指飯店？我覺得他就是跟海灣國家講，我如果打你飯店的話，我不是對你。我是對你藏在飯店的美軍，對，所以叫你的美軍你的飯店不要住美軍，你住美軍，對不起，我打的話，我不是打你飯店，可是打美軍，那我是不願意打的，因為我把你這個國家的這個飯店供了你國家還有觀光客嘛，所以這個其實現在出來在調停的，比如土耳其比如說這個埃及比如說巴基斯坦那幾個國家都是在跟伊朗在談的時候，就希望說，你不要亂打這些民用目標真正的，冤有頭債有主這個應該是美國跟以色列，你不要亂打。所以呢，我覺得他這個意思其實是多重意義，一方面也警告美軍，你們最好撤離。那麼一方面也跟這些就是說這個波斯灣國家這個海灣國家的這些。名義上是美國盟友，可是實際上是這次戰爭的苦主。沒錯，跟他們講說，你不要用飯店，讓這些美軍躲在裡面。但是大使，您覺得那我也都打你飯店了。您覺得這樣的一個說法，就是現在做了這樣的宣布會不會造成說實質上面影響到這些海灣國家他們的態度甚至做法？他們會把這個對美國施壓的力道加大。那個很多西方媒體包括什麼 New York Times 的說，而且他們現在對伊朗這個什麼要準備叫美國人繼續打伊朗，然後他們自己可能出兵，我認為那是胡扯八道。這些國家他不會公親變事主的，他不會跟以色列站在一起冤有頭債有主嘛，對不對？沒有，他不會跟伊朗去作戰的，這是戰爭，人家他們這個中間事實上都有很多聯繫的對，就是說。伊朗打的時候也講得很清楚，我是打你的美國的設施你這個美軍基地被打得很慘，那他沒有針對你這些國家的民用設施，他打到民用設施唯一是什麼？唯一是伊朗自己的民用設施被打的時候，他這邊沒有美國的民用設施他只好跟打這些跟美國關係比較重的國家，尤其阿聯酋，就他打了，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因為他沒有美國目標可以打，所以就是說，你今天美國要打伊朗的民用設施，尤其能源有關的這件設施那海灣國家說，那伊朗就是打我們的，因為這個東西都是附近都是我，他打得到都是我們的，所以他們現在卯盡全力，希望美國不要打，不要擴大戰爭所以川普現在的壓力，除了他自己美國的壓力之外，海灣國家還有再加上土耳其，再加上巴基斯坦，再加上埃及。
都是出來要美國不要去把這個戰爭往上提升的。沒錯。所以我認為基本上現在最希望這個戰爭停止的是海灣國家。海灣國家現在的想法也是，這個戰爭是你美國發動的，可是呢，現在受害的，像您剛才講說，最大的苦主是我們，因為被打的、被這個毀損的，雖然是有美國的軍事基地，但是也有一些部分的民用設施，就是在我們這些國家的境內啊。那但是問題是，根本對你美國沒有什麼樣的一些影響。好，那当然现在重中之重關切點還是在於荷姆斯海峽的實質控制啊。現在開放通行呢，對於川普來講，對於美國來說是當務之急啊。那伊朗的外長呢，阿拉奇最近也證實啊，說伊朗基於友好國家定義，目前只允許包括中國大陸、俄羅斯、印度、伊拉克還有巴基斯坦這5個國家的船隻通行，其餘呢被視為是敵對勢力的船隻仍然遭到禁止通行。這個5個國家裡面呢，我們看到沒有日本啊，所以日本在處理上呢，剛剛萊特提到顯得格外的謹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最近在這個幕僚會議上面也表示說啊，針對能源供應的憂慮呢，將會從3月26號開始釋放國家石油儲備以及產油國共同儲備。那所謂這個產油國共同儲備呢，是日本與產油國合作，在日本國內存放的石油儲備。另一方面呢，日本政府還會祭出新的政策，規定民營企業也必須持有的石油儲備。好，日本真的現在對於這個中東危機啊，也是非常的擔憂，因為他們是高度依賴石油進口的國家。但現在祭出的對策，真的能夠有效的舒緩目前戰爭帶來的衝擊嗎？短期也許可以，中長期呢？中長期的話，事實上日本他有去做一個分析啊。美國打這一場戰爭是打的兵器戰，但是伊朗打的是一個價格戰。所以川普看起來會顯得有點焦慮。為什麼？因為價格往上升。川普講的時候，我們的石油只有1%從那一個海峽過來，其他的國家只有90%多。不過我們要看一下，其他國家如果價格往上漲的話，自動會帶動美國的一種價格上漲。那日本的話，他們就會感受到它的壓力。雖然說他會去釋放我們講的儲備石油，應該是3月16跟3月26日的話，會持續的一個釋放。他希望把市場的價格會往下來。那往下來的話，你也看到川普為什麼會講什麼24-48小時改6天？改6天的原因就是這樣，希望讓價格一起往下降。看着油價在說話的，這是看着油價在講，所以他們發現川普就是你會跟市場去對。那伊朗有抓到這個點。那他們去擔心到說，因為70年代有2次的石油危機啊，會造成物價一種通膨。所以現在日方它就是跟 IEA 32個同盟國，既然要釋放出去戰備，我們講的儲備石油的話，就只是一個國家釋放，那個量會不夠。那不夠的話大家一起去釋放，暫時會讓它緩一下。可是呢，這個可是又來了，他們就發現啊，東南亞很多的國家，東南亞國家可能包括我們台灣，那個儲備石油事實上不是很多。那不是很多的話，如果這個戰事一拖長的話，大家都沒有了。東南亞很多國家現在已經是單號、雙號、單號、雙號去排隊加油。那現階段只能夠做的就是說，去別的地方買。或是說這個石油是不是透過別的地方去買？那別的地方去買又會牽扯到另外一個問題點，因為他們過去都90%來自中東，中東的石油那提煉的過程跟其他國家提煉的過程稍稍會有一點不一樣，那不一樣的成本又會往上升。過去太過倚重從中東來的石油了，他們想過很多種方法，但是都沒有用，就是希望能夠降低對中東從70年代到現在，那也曾經去依賴俄羅斯，沒想到俄羅斯2022年又去打烏克蘭，烏克蘭又說又不可以跟俄羅斯買，我本來想要從俄羅斯降低，那搞到這個又回到中東來了，中東搞這個的話，所以他們的戰備那個石油是254天，那跟其他亞洲國家來講算是夠，那即使是夠，價格還是往上漲，那這些價格往上漲，股價就往下跌，日幣就會貶，日幣貶的話，物價又會帶動。等於是高市，它好不容易有一個經濟起來，那又你物價一上來，民生又會說物價又上來了，我們怎麼辦？好，成果又不見了。亞洲很多的國家或經濟體現在密切關注說日本的做法哈。對，簡單請老師告訴我們哪些他們的做法，您覺得還值得我們參考呢？第一個的話就是說他們會請日本可不可以釋放多一點給他們？那日本他們有解釋到，只要不影響他們國家的情況之下，他們願意去幫忙其他國家。這第一點。
第一點，趁這個機會，日本希望能夠帶動它在亞洲的那一種地位，而且它也帶動說這個荷姆斯海峽能夠順利通行。他確實在拜訪川普的時候，也有達到這個通點，所以他希望是做一個和事佬啊，這個戰爭希望盡快讓它降幕下來。他跟川普也是講這句話，我們這個戰事就不要再打，盡快把它結束掉。對，好，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歡迎回來，觀眾朋友，我們繼續帶您來看的是《華爾街日報》他們最新報道了有關這個禮拜在周末前，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呢針對美國啟動了2項貿易調查，其中一項調查呢是將會針對美國限制中國大陸產品進入美國，還有呢限制對華出口先進技術產品的政策來進行調查。另外呢有一項調查呢則是針對美國對中國綠色能源產品設置的貿易壁壘。那大陸商務部宣稱這次發動的貿易調查主要是針對美方301調查的對等回應，而這2項貿易壁壘調查預計將會持續6個月，如果有必要的話，還會再延長3個月。現在眼看呢，川普和習近平2位這個中美的最高元首，那麼5月14號跟15號。目前是定這2天在北京要舉行峰會。歐亞集團中國大陸區的這個總監王丹就分析雙方現在就在這個5月要見面之前，盡可能的都在增強自己的籌碼。我們先來看最新祭出的這2項新的貿易調查，目的當然是反制但是實際上到底能夠對美國帶來多大的壓力？大使覺得？這個要看調查結果。因為你照現在的WTO 的多邊國際貿易法規你要採取法律規定的允許你的這種報復相對措施的話，那你第一步先要就進行調查。要調查報告出國，它是一個法律程序，一定要就先啟動調查。對，那如果最後調查屬實的話，那他就會祭出他的報復措施。或者說對所謂說就同類產品進行這種徵收什麼橫平稅徵收這種或者進行這種報復性的限制。那這個基本上就是說，也可以對同類不是同類產品、跨領域的產品也同樣可以做這個法律都寫得很清楚。那所以我覺得它現在是一個準備，那要看調查結果。這種調查有的時候要3個月到半年，也不是這麼快。對，那也就是中國大陸事實上是它的政策是一切作為都遵守 WTO 的這個多邊貿易法規，所以我今天要對你做經濟制裁，我也是要走這個法律程序。那當然，法律程序走完以後，調查結果是美国確實有違反 WTO 這個多邊貿易法規的這個事實的話，那中國大陸就可以進行報復，相對措施就出來了。它的嚇阻力呢，就是因為現在在川習會之前，我們剛剛講說雙方可能都在積累自己的籌碼。您覺得這個嚇阻它就要看它的量有多大了，對，它的量有多大了。那你如果說中國大陸的損失是100億的話，那美國中国大陸也要達到差不多100億的量的這個報復水準，要看他怎麼做不過這個也不是說在累積籌碼啦，我覺得這個基本上其實都是這個是必然會進行的。當你被受到不公平的貿易待遇的話，那你一定要尋求救濟、反擊，救濟跟反擊。那當然你可以就是說最高層最後來做裁決，不過在業務單位、事務單位來講的話，你就是應該要進行這樣子的工作。那也不是累積籌碼，因為真正中國大陸籌碼多得很對不對？工具多的是，工具多得很那一個稀土，川普就已經免戰牌了。稀土是王牌對啊，還有就是農產品的採購還有這個波音飛機的採購這些量都非常的大的，這才是手上的這些工具了。对，所以其實這些部分的話還不是大的部分，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當成是現階段所祭出的一個手段那因為剛才講說，它最多3個月，還可以再往後延3個月，最多半年，還可以再往後延3個月但最後要看這個調查結果是如何。那講到301調查，其實是川普在3月份是這個月對中國大陸所祭出的那當然呢，被認為是作為2月份大家還記得嗎？美國最高法院駁回了川普關稅這個
那時候是引用這個 IEPA 啊，結果呢說這是違法的，所以呢它是一個補救措施。那調查的內容啊，這次涉及了產能過剩，還有強制勞動。3月26號這一天呢，大陸商務部長王文濤在喀麥隆出席這個 WTO 第14屆部長級會議期間，也跟美國的貿易代表 Grill 來見面啊。他特別指出呢，經貿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跟推進器，而不是絆腳石和衝突點。所以結論是，中美應該要共同向前看。雙方的代表在 WTO 看起來都是相談甚歡啊，不過私底下來講說，在台面下就頻頻的這個刀光劍影，這後面的玄機怎麼觀察？的確美國這次動超級301號來對那個中方進行調查，主要還是就是因為要你收你關稅嘛，然後收不成，所以他这次是希望能夠透過這個301這個調查，如果成案了就確定你那個中國大陸的這個產品對美國有包含侵害制裁權啊等等這一系列這個問題那個高科技產業啊等等，如果都成立的話，那對於中國大陸要輸美的這些產品，還是一樣會構成這個高額關稅嘛。對，也就是說原本我是用我用口頭的政治性的這個加稅的這個方式被那個最高法院說判違法，那這個時候，我走正式的法律途徑來，也就是我用301的這個方式來調查你。然後另外當然也是透過這樣的一個調查之後，對不對？如果有這個對這個中國大陸其實可以產生一個所謂的嚇阻性效果，就是它其實可以讓供應鏈轉移，也就是說這些很多那個供應鏈，就是中國大陸對美銷售這些產品的這之中，它一定也不是說所有方方面面全部是中國大陸自己做的嘛，也一定要透過各個國家或者各個的這樣供應鏈，那這時候就會嚇阻這些供應鏈要轉向，也就是說他們知道，如果我今天我這個東西賣給中國大陸，讓它做成產品，然後變成賣到美國去，我無利可圖，所以這其實某種程度來說，它這個超級301不只是包含那個對制裁權，也对於它的這個供應鏈也會造成的這樣一個提供國或者提供廠商造成一個嚇阻的效果。那另外當然你說像這個貿易這個順差也會縮減，那麼因為今天中國大陸對於美來說還是享有非常高額的貿易順差，透過這個301的調查，就可以讓這些對美國的這些這個出口來說，可能一定某種程度會受到一些影響，程度不一，但是會讓美國那個中國大陸對美國的這個出口開始減少的時候，那這個時候對美國來說，它就可以借由這樣一個調查過程去降低這個順差的這樣一個持續擴大，或是甚至於持續的這樣那個持續嘛。所以那你說對於美國這個301調查來說，它基本上面向非常精準，就是對於中國大陸高科技產業還有包含智慧財產權的這個那個進行聯合的這樣的壓力，因為長期中國大陸畢竟在智慧財產權這件事情上來講，它的表現的確在這個世界的範圍之內是大家有目共睹啊，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大家心裡有數嘛。所以在這個地方一定是會形成一定程度的這樣一個壓力了。所以當然呢，對於你說整體來講後面的那一系列這樣的挑戰，我覺得美國做這一切的這個作為，總體來說就還是要那個最大的目的是要降低中國大陸對美國的這樣的貿易順差，主要還是它的目的在這裡。然後對它的這個供應鏈以及各方面進行一個強大的壓力，逼迫中國大陸來在那個貿易談判上對美讓步。对，中美两個大國之間的博弈真的是有的看。因為剛剛大使也特別提到了，就雙方呢，其實在經貿在手上握有的經貿工具都非常的多。反正美國祭出一個工具呢，中國大陸就對等反制。那當然這個其中有一張王牌，中國大陸現在還握在手上的就是稀土啊。因為現在不只是美國擔心被卡住稀土的這個脖子，日本也是。但是呢，日本針對中方擁有這個稀土戰略優勢，現在也在想。絞盡腦汁，終於想出了一個新的戰略。朝日新聞就報道說呢，日本政府正在積極布局稀土礦山的開發。那計劃呢，在2028年年底之前，對中方的依賴程度降到0，確保電動車跟電子產品生產供應鏈能夠穩定。其中呢，這個日本能源金屬礦物資源機構已經在非洲南部納米比亞展開了稀土礦產的調查。那確認包括像是商啊、這個特啊，還有這些高稀有的元素這些豐富的儲量是有的。另外呢，他們還派遣了船隻到南鳥島，這之前我們也討論過，就深入到深海去開採富有這個稀土的泥漿。還有呢，透過 JOGMEC 這一家公司來出資，在澳洲跟法國企業來生產稀土，希望能夠打造一個多元的供應鏈。不過，不管是從非洲、從太平洋、從澳洲多方並進我想問蔡老師的是，這個開採的量夠嗎？
這個量的話，事實上，朝日新聞它是說一部分到2028年可以完全不依賴中國，是一部分要降到0哎，是哪一些量是可以，不是說因為稀土有很多種，但是我們再看一下，根据日本經濟新聞的一個 data 出來，就是中國大陸輸往日本，它雖然說我要去卡你脖子，但是1月跟去年12月的話，確實是有降了大概是20幾%。那1月跟2月是沒有降，反而2月比1月多了3噸，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它對日本已經卡到這個程度，它沒有再持續壓下去。他也很清楚，你有再持續下去的話，勢必日方可能會做出一些反制動作出來。所以現階段的話，沒有對日本造成一個很大的傷害。那我們又會看到朝日新聞這一個報道，它確實也是說2028年一部分可以降到。那為什麼降到呢？因為現在日本的一個貿易公司，像是雙日貿易公司的話，他們會跟澳洲、馬來西亞、非洲去共同開採，而且我們看到的南鳥島的話，可能需要一點時間，他沒有說今年馬上就有辦法去變成產業化，所以他會去找美國說我們可以去把它產業，那產業化還是要1年，但是他們抓住一個機會，他認為這是一個叫做經濟安全保障的問題，而不是單純是一個經濟問題。那談扯到經濟安全保障的話，過去在開採稀土最大的詬病就是污染。這是他們最大的。那既然是污染的話，我們用一個比較先進的東西，反而會創造出一種機會出來。這個是他們現在看到的。這感覺好像也是一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對，沒辦法，因為它並不是說賺錢不賺錢，因為你跟中國買絕對是方便又便宜。不過您剛剛提到說，其實它會部分的降低對中国大陸未來稀土的依賴嘛？對，2028年一部分可以降到0。对，可是因為稀土的除了開採以外，其實提煉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對啊。所以他們的話，希望用比較乾淨的方式，而不是用過去高污染的方式，然後去創造出這個市場出來。對，實在是沒有辦法當中，只能夠先想一個辦法，就是目的達到在2028年年底之前，能夠擺脫對中方稀土的依賴。但是這個目標能不能達成，大家拭目以待。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好，持續來關心在東亞這邊最近的關注焦點啊。那麼，美國密切爾航太研究所今年度有一份報告，就是中國軍力追蹤報告，當中指出呢，從衛星影像分析，中國大陸解放軍在福建省5座基地，還有廣東省的1座基地，部署了大批的殲6無人機。那報告分析說呢，這個解放軍改造了大約有500多架的。原來就是人在開的啊，這個就是畫面當中我們看到這個殲6的這個飛機，而且呢，在臨近台海的6座基地啊，部署大約有200架的這樣的一個戰機。那這些殲6戰機的飛行模式啊，未來成為無人機的話呢，會更類似像這個巡弋飛彈，那到時候呢會大量攻擊台灣、美國或者是其他盟軍的目標，有效的重創防空系統。所以改造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透過原來的有人機變成了現在這種，因為你看它體積還蠻龐大的哦。像我兄怎麼看呢？這殲6改造成無人機，它主要的目的是真的是消耗防禦力，它的戰力到底有多強？怎麼評估？我每次聽到這個消息，我都是覺得完全是不知道從何說起。為什麼？講這種報告人，他還說他是航太研究所，你知道嗎？因為講這種話的人，我必須說他絕對沒有在飛行線上待過。為什麼這樣講？今天中國大陸他來說哈，他今天要來耗掉我們的防空系統，他其實弄一個造價相當便宜的無人機就辦得到了。對，他不需要花大錢去維持這些除役戰機，因為你知道這些除役戰機它的維持不是說你今天擺在那邊，我今天要用的時候我就把它拿出來油加一加，什麼就飛了，沒有那麼簡單呢。以一架戰機來說，像以前我們的那個 F-104新式戰機，在民國82年因為飛行那個任務之後出了狀況，它有一部分有30幾架飛機，它把它叫做停飛可用機。這個停飛可用機，它當然你說還是要有個人去每一個禮拜每個禮拜要3趟要去幹嘛？做大滑，也就是說要做一次完整的飛行程序，然後嘞飛機到跑道頭點那個後燃器，全力推進1000尺，它把油收掉，
就飛機不起飛，但是要完整一整個飛機的這樣的飛行操作程序，這樣才能夠維持這些飛機處於那種就是可用狀態，還是要熱車啊？對，它要一直要這樣子。但你說像現在這種無人機來講，你說今天做一個專門，比如說用來消耗你的這個防空系統這些無人機，像比如說這次你可以看到美國被這個伊朗的這個見證者無人機搞掉多少防空飛彈，對不对？其實根本不需要花那麼大錢，因為你如果說像這樣一個除役戰機，你要像我剛剛那樣講，第一你還要花改裝的費用，因為你像這個那個歼6，也就是米格19戰機，它的操控是傳統機械操控啊，你還要弄一套類似像機械人接收器的這個東西在座上面，你要花一筆錢，花一筆錢之后，我剛剛講，你這個飛機你要維持它持續運作，那這個運作呢，你要維持它整個服役的規模去做，又要花多少錢？那但你像我剛剛講，見證者，你今天你在这个真正要打仗的时候，把它發射出去就好了。一架飛機了不起才大概3萬美元的這樣一個那個成本打死，那你要花這個長時間，等於說你要把這個殲6飛機還留下來，要拿它當友人老爺戰機這樣把它養着，而且時間到所有要換的零件通通要跟着換。所以我每次看到這種東西，我都覺得拿這種東西拿來騙錢的這種研究所啊，真的是非常的這個居心不良。對，你說中國大陸有沒有在做殲6無人機？有，為什麼？因為去年他們的長春航展的確有展出這個殲6無人機。那殲6無人機幹嘛嘞？就是比如說今天以美國來講，美國他把這個除役戰機拿來做無人機啊，像他現在連 F-16都拿去當改裝成那個無人機幹嘛？對，就是要測試它的空對空的飛彈或地對空的飛彈。因為這種空對空、地對空的飛彈，在美國法律規定，我今天這個飛彈要研發出來，要到服役，我要經過對這種模擬戰機要經過多少次的這個設計，它有一個法定的程序。今天中國大陸如果說要讓它的武器在世界各地有口碑，我沒有那麼多的實戰經驗，最好的辦法就是我今天有做過這麼多的實際測試用。對，所以呢，像這個東西，這種除役戰機通常要麼少量改裝作為靶機。大部分你說，哎，5個基地有200多要幹嘛？那個東西啊，就是如果今天解放軍認為啊，可能會因為台海衝突造成美國對這些周邊基地攻擊的話，這些東西擺在那邊搞，叫做防空誘敵機。我們中華民國空軍也是啊，那些寶貝老爺 F5啊，以前遙動式除役啊，幹嘛都把它擺到那個機場的那些土機堡裡面，幹嘛呢？甚至有些 F5還把它用合板做個三角翼定起來，你知道，讓它從空中看起來像是幻象兩千。對，原因就是要讓它做這種叫做防空誘敵機。所以你說今天你要把這種除役戰機拿去花大錢讓它維持它操作，然後真的到這個要那個打你的時候，這些那個除役那個無人機飛得起來飛不起來還不知道，那我還不如乾脆打一架這個2萬美金成本的這種見證者無人機這種等級的東西來得划算吧。所以我每次看到這，我真的不知道從何說起。所以你的重點其實就在於說，有必要嗎？因為從成本上面的考量來講的話，其實真的是划不來，完全划不來，完全是划不來。你搞這個東西，你要花等於說把這個老飛機用服役的標準繼續維持下去，才能夠維持它今天要用的時候能夠用。像你看，美國汰除掉2000架 F-16，那這2000架 F-16可以拿來改嗎？不會，他每次改個十幾架幹嘛？他拿來做好這個測試，就是打這個還有靶機，對，當靶機用。你說今天他當初他在長春那個航展的這個東西，他的確也是說我今天主要是做靶機研究之用，但是他並沒有說。但是你看，好事者就發揮無限的想象力，但發揮這種想象力的人，我只能說他絕對沒有在飛行線待過。的確啊，所以不管是從先前發生的俄烏戰爭，或者是現在正在進行的中東，就是美以伊的戰爭啊，其實都在強調在武器方面呢，不斷去研發是用低成本、低價的無人機去消耗這個防空能力啊。但是真的有必要是把這個有人機原來是有人在開的這麼大一個飛機，要全部把它改成無人機，就確實啊。值得思考。好，那麼在這個傳出說解放軍部署新武器的同時呢，也看到中國大陸的軍工系統啊，最近出現了人事的大地震啊。因為風暴的核心呢，就是直指曾經擔任過中國航空工業集團黨組書記兼董事長的譚瑞松，以及呢被譽為是殲20之父啊，殲20之父的中國科學院的院士楊偉。那遼寧省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在3月25號做出了一審宣判，判譚瑞松死刑，但是緩刑2年啊。那另外呢，法院提出的數據顯示啊，譚瑞松貪污受賄的金額超過了7億人民幣。另外，上個禮拜我們曾經也討論過，中國大陸的這個科學院他們的網站更新了院士名單，結果呢，被譽為是殲20之父的楊偉，他的姓名跟個人簡歷啊，在官網上面已經完全找不到，被移除了。在中國大陸的學術跟科學界啊，這個撤銷院士的榮譽其實是非常罕見，而且是非常嚴重的一個處置。好，那現在從譚瑞松、楊偉這2件事情，他們都先後的落馬哈，我們怎麼看？就是解放軍在反腐的這一波肅貪也好，反腐也好，為什麼現在大把的火都燒向了軍工研發的體系？這個部分我們怎麼觀察？
這個大概就是反腐倡廉，一直是大陸最近幾年對公部門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措施，主軸主軸。那2023年那時候火箭軍出現問題那時候就開始就是調查軍工系統那當然你要知道這個調查一定它會一個案牽一個案，一個案牽一案，所以就變成就是說，其實是過去這一段時間內在這個不僅是這個所謂的火箭軍、飛彈，在核武、在雷達、在航天的這些領域那已經被調查，然後已經處置的那麼幾乎已經差不多有10個了，光院士級的也會有多名，所以它是一個全面性的。因為大陸查這些案子有一個原則叫倒查20年，也就是說他要把案子一直追到20年前，溯及既往溯及既往。像這次譚瑞松跟這個楊偉他們都已經退休了，退休以後的案子才爆出來，爆出來以後，事實上他就開始查。那你要知道，譚瑞松跟楊偉他們共事一共15年，所以他們2個的很多案件是同樣的。那楊偉事實上他從2003年就開始查，當時他在前任的職務他就有受賄。那在後來的這個職務裡面有一連串的這些受賄的這種情形。是。那當然你要知道，一個體系單人受賄有的時候也不見得能行得通，所以它可能形成一個一個網狀的一個問題，所以你就看出来查。不過這個顯示說，中國大陸對於軍中的腐敗，它是要不論官階，不論重要與否，它都是查到底。一連串的反腐打貪是不是也凸顯出一件事情？就尤其对軍方來講，就代表說解放軍是隨時做好可以打的準備。對，因為你軍方的腐敗是很危險的。你如果說他這個操守有問題的話，那你這個不只是他在這個採購過程中中飽私囊，他也可能出賣情報。了解。對，所以這個對於我覺得對任何的這個組織，尤其軍方組織，要維持內部的這個純淨就是說忠誠非常重要的。是。那你說對這個武器發展會造成多大影響？我倒比較保留，因為這武器發展是一群人，這2位他是已經退休的，所以他還是這個武器發展應該還是有第一線的後面的這個年輕代還是在繼續在做。東亞最近看到在日本這邊也是加強他們的軍事部署因為日本的防衛省就宣布說呢，會在3月底之前在九州熊本部署射程1000公里的这個12式陸基反艦飛彈性能提升型。那打擊的範圍呢，涵蓋了東海，還有整個朝鮮半島，甚至延伸到中國大陸的上海地區包括解放軍海軍經常會通過的宮古海峽。那另外呢，根據 Defense News 報道呢，自民黨和維新會正在針對防衛裝備移轉3原則進行關鍵性的協商。日方高層也傾向允許向合作國以外的第三方出口，來確保呢跟像英國意大利共同開發的第6代戰機計劃，那無非就是希望打開他們的海外市場我們先說這個長程飛彈在熊本部署的這個長程飛彈，現在連大陸上海都納入了打擊範圍，這難道不會引起中日關係更加緊張嗎？現在中日關係已經不好了。那個事實上已經部署上去，這個發射器的話在前陣已經放上去。如果說是飛彈本身的話，應該是在31日的時候應該會放進去，而且它已經展示出來。所以對這個問題的話，我就請了之前的3星退將幫我做一個演說。他怎麼說？我們用他的 PPT 來正式給各位觀眾做一種解釋了。它的地方叫做熊本建軍駐屯地，也就是西部方面總監的總監部。那總監部的話，它負責就等於是從熊本到西南諸島的一個情況。那為什麼部署在熊本的一個？因為我們就會看到它會畫一張圖。那畫一張圖的話，就是應該是這個地方吧，就是它的打擊範圍1000公里，1000公里。然後還有一個，現在日本也拿到的戰斧巡弋飛彈呢，大概1000公里，所以等於是又畫了一個圈。但是部署在熊本不等於是飛彈永遠是在熊本。那為什麼是選擇在熊本，不選擇在離島？因為你放在離島不能夠搬去熊本，放到熊本很容易就可以搬到離島。而且熊本的話，它1000公里，你現在劃分大概可以包含台灣北部
但如果說把這個飛彈平時有狀況的時候，再往南部牽扯到九州的南部的話，你就可以把整個台灣再包括南海就包含進去了。所以他们提出一個概念，日本加美國加台灣的概念。往南移的話，就是大陸東南沿海都可以進去的。所以它的飛彈事實上是移動式的，甚至它也可以移到宮古島和所謂的 Okinawa 島，都是可以移動。這是他們提出的一種想法。那它的 PPT 我們給各位觀眾做一種解釋。第二個的話，剛剛主持人您所說的防衛裝備三原則，防衛裝備三原則的話，現在的高市提出一個叫17個領域來發展經濟，17個領域其中一個是防衛產業，所以它就會在3月6日，事實上也算通過了，因為自民黨就是執政黨提出給高市嘛，就是通過。那一通過的話，它就是可以賣給同志國、同盟國，這樣可以提升他們的意志力，就希望戰事不要去發生，因為他們發現中國大陸，而且今年他們軍備又提。